男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，眼睁睁地看着最爱的女人和最好的兄弟打情骂俏，自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原来这天，建功的发小玛丽偷看心爱女人的妹妹洗澡，胆怯懦弱的她把帽子扣在了建功的身上，而当时建功最好的好兄弟东篱也在场，然而他却没有出来指证，因为他也深爱着佳慧，而在佳慧的心里，建功比他更男人。看着妹妹被欺负，佳慧一巴掌直接撸了过去，最终建功不仅被剧团开除，他的声誉在佳慧的心里也一落千丈，两个相爱的人就这样遗憾的错过。建功来到了玛丽家，然而胆怯的玛丽却躲着不敢出来，玛丽妈也自知理亏，拿出了50块钱表示歉意。干嘛？这钱我不能拿，你就替我跟玛丽捎个话，等她回来了，跟她说，我郝建功够哥们儿，从此往后，我什么都不欠他的了。两个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从此画上了句号。更讽刺的是，作为建功最好的兄弟东篱，这个时候才敢站出来为他发声。那个人应该是刘玛丽吧？可这个时候说出来还有什么用呢？建功指责东篱，如果当时说出来的话，自己也不会沦落到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现在跑过来嘘寒问暖，东篱活得简直比玛丽还虚伪。我懂你，向后转，有多远走多远，以后我就是要饭，我都绕着你走。滚！两个所谓的好兄弟从此分道扬镳，建功实在是太让人心痛了。仅仅1天的时间，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东篱自知再待下去只会自讨没趣，只好灰溜溜的离开。时间一晃1年过去了，东篱和佳慧也迎来了新婚的日子。建功带着佳慧送给他的围巾也来到了婚礼现场。虽然他的内心很痛苦，但他还是想看到佳慧幸福的样子。就在两人正准备洞房的时候，门外的动静扰乱了他们的好事。佳慧赶紧上前查看，看着桌上放着红色的围巾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此时东篱的呼喊声让佳慧停止了上前的脚步，于是就发生了让建功痛心的一幕。自那以后，建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20年后，建功摇身一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。再次面对佳慧，他们还有和好的可能吗？婚后7年的女人嫌弃丈夫一事无成，她用离婚的方式来激发丈夫的斗志。佳慧向东篱承诺，只要2年内她的月薪超过5000，就答应和他复婚。然而仅仅过去1个礼拜，东篱已经承受不住单身的煎熬。佳慧，咱俩复婚吧。你忘了咱俩的约定了？2年。就算是为了梦嘛，咱俩复婚好吗？2年。然而佳慧还是态度坚定，只要2年内她在剧团有一部叫得响的作品，就答应和他复婚。殊不知佳慧要为今天的决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其实并不是东篱不努力，只因他根本就没有太大的野心，也不想干多大的事业，心思都放在孩子和家庭上。时间一晃2年过去了，东篱还是碌碌无为，每天不是在接孩子的路上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。佳慧依然不愿和东篱复婚。然而在大姐的眼里，男人只要顾家有责任心就是个好男人。可佳慧认为男人再好没有事业也是一个废材。两人正说着，三妹和东篱回到了家。东篱还是和往常一样跑去厨房做饭，佳韵也想着去帮忙，却被佳慧给拦了下来。原来大姐二姐是想给三妹介绍对象，然而提起对象，佳韵有些害怕。姐，其实我已经有了。最终在大姐二姐的步步紧逼下，佳韵说出了实情。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谁呀？其实他就是东篱哥。此话一出，佳慧一脸的不置信，还以为三妹是在开玩笑。原来这2年东篱事业上没有起色，受不住寂寞的她早就和佳韵搞在了一起。愤怒的佳慧上前一把揪住了东篱，她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要爱自己3生3世的男人竟然会背叛自己。三妹赶紧解释，都是自己的错，都是自己主动扑向东篱的怀抱。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吗？佳慧，滚！现在的气氛到了极度尴尬的局面，在大姐的劝说下，佳慧才松开了手把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她依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佳慧愣在了原地，心痛的无法呼吸。醒悟的她想为自己再争取一下，然而东篱早就变心了，于是她就拿建功说事。原来2人结婚那天，佳慧收到的红色围巾，东篱早就知道是建功送的。你一直都爱着郝建功对吧？放屁！我怎么可能爱一个流氓呢？这简直就是对佳慧的侮辱。东篱太过分了，不爱就不爱了，但也不能胡乱的捏造诽谤佳慧啊。看来这次他是铁了心要和佳韵在一起啊。与此同时，佳韵不仅没有愧疚之心，反而还让大姐劝说佳慧成全她和东篱。可她不知道这会要了二姐的命吗？更不知道二姐为她付出了多少。原来当年佳慧为了不让三妹受苦，放弃大好的文工团工作，把名额给了佳玉，还顶替她下了乡。你知道你二姐背着你偷偷的流了多少眼泪吗？小妹，没有你二姐，哪有你的今天啊！佳韵虽然感到了一丝的内疚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佳慧告诉三妹，只要离开东篱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咱们还是好姐妹。可是我已经回来了。此话一出，佳慧的心更碎了。她来到父母的坟墓前失声痛哭，指责为什么不把她生成一个男孩子，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让妹妹爱上她的姐夫呀。这二姐痛苦不堪，佳韵愧疚感拉满，于是上前抱住了二姐。虽然佳慧对妹妹恨之入骨，但她骨子里依然最疼爱这个妹妹。佳韵向二姐保证，立马就和东篱分手，明天就去医院打掉孩子，并让二姐和东篱赶紧复婚。不会了，佳韵，你记着，
姓罗的，永远不会跟我们有关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嫌他恶心。其实我也觉得他很恶心。在大姐和二姐的陪同下，佳韵准备拿掉腹中的孩子，没成想关键时刻东篱突然出现，无疑这会扰乱佳韵的定力。愤怒的佳慧上前一巴掌直接撸了过去，佳韵连忙护着东篱，临了佳韵果然还是不舍得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呀。你不是舍不得这个孩子，归根结底，你还是放不下他。见此，佳韵恳求佳慧原谅他和东篱，既然错了，那就让我们错到底吧。谁让人生只能活那么一回呢？可佳慧也有自己的原则，这样的事情坚决不能发生在他们田家。于是他让三妹做出选择，以后在田家韵的生命里，有罗东篱就没有他田家慧，有田家慧就没有罗东篱。无奈之下，佳韵只好跪在二姐的面前。对呀，小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二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二姐，起来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话说这样的事情谁一时半会能够原谅呢？佳慧怒气冲冲地离开，佳韵一路跟随，一个不小心打在了妹妹的脸上，可谓是打在她的脸上，痛在佳慧的心里啊。在佳韵苦苦的哀求下，最终佳慧还是原谅并成全了他们，可条件是必须让他们离开天州。除此之外，她的女儿田梦以后东篱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也不会要1分钱的抚养费，这可让两人陷入了两难。几天后，佳慧通过关系帮两人弄到了高条寒，一看是辽西，佳韵当场就不干了，她可不想去又偏又穷的地方。尽管佳韵苦苦的哀求二姐，可佳慧心意已决。大姐很是不解，佳慧为何对二妹如此的狠心？其实佳慧完全是为了他们两口子。你以为是我非逼着他们远走他乡吗？你想想，就他们这种关系，一旦公开了，在天州市，在话剧团，他们还能抬得起头吗？还能再登台演出吗？他们只能成为人们的笑柄。辽西是偏远，可至少在那儿，没有人知道罗东篱曾经是田家韵的姐夫。至少，田家韵会成为无可争议的主演，罗东篱也会当上导演。听了佳慧的一番话，大姐醍醐灌顶。时间一晃，22年过去了，佳慧摇身一变成了电台的主持。这些年，她凭借一己之力把女儿田梦抚养长大。东篱和佳韵的女儿田歌继承了两人的基因，不仅长得漂亮，找的男友也是鼎鼎有名的地产老板。遗憾的是，这些年来，佳慧和佳韵两家人老死不相往来，这让大姐左右为难，顾得了二妹，顾不了三妹；顾得了三妹，又顾不上二妹，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这天到了田歌的大婚之日，除了佳慧，所有的亲人几乎都来到了现场。田梦瞒着妈妈偷偷来到了婚礼现场。就在他打电话之时，一声佳慧引起了路人的注意。原来此人正是当年被人陷害的郝建功。如今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。他的出现不得不让我想起当年他离开天州前所说的话。田佳慧，你记着，总有一天，我郝建功还会回来再找你。随时奉陪。奉陪什么？因为我回来找你报复。你错了，我会回来娶你。滚！他绝对是痴情男人中的天花板，单身50年只为等到初恋情人。原来20年前，男人被发小陷害，导致两个相爱的人产生了极深的误会，从而让建功和佳慧彼此分道扬镳。建功此次回归就是要兑现当时的诺言。总有一天，我郝建功还会回来再找你。随时奉陪。奉陪什么？因为我回来找你报复。你错了，我会回来娶你。滚！如今的建功财大气粗，当年的屌丝男摇身一变成了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他也终于有了勇气为当年背的锅来辩解。当年偷看佳韵洗澡的人，不是我。虽然佳慧还是有些不相信，但对于建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。重要的是，建功这次下定了决心要和佳慧永远在一起。虽然佳慧对建功的态度依然若即若离，但他的心里已经开始春心荡漾。回到了家，佳慧拿出了当年建功送给她的红色围巾，这些年来她一直保存的完好无损。其实佳慧的心里一直深爱着建功，奈何建功和东篱又是最好的兄弟，她也只能把对建功的爱埋藏在心底。与此同时，建功来到监狱探望发小玛丽。虽然当年玛丽把偷开佳韵洗澡的帽子扣在了建功的身上，但建功依然不计前嫌，还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发小。玛丽向建功表示了歉意，并表示自己在监狱已经习惯了，以后就算出了狱也会在这里找一份工作度过余生。看着玛丽改造的不错，建功发自内心的为她感到高兴，并让玛丽争取早日出狱来和自己一起打天下。我还等着你出来给我平反呢。他真的一直没跟你说实话？这有哪个他呀？男的女的呀？男他呀？建功终于大彻大悟，原来当年玛丽把帽子扣在他头上的时候，建功最好的兄弟东篱也在场。
然而他却没有出来指证。得知真相的建功心碎了一地，想想当初东篱假心假意的劝导自己，真是讽刺又可笑。建功真的太让人心疼了，他为了兄弟和爱人付出了一切，没想到到头来害惨自己的人却是自己最好的兄弟。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接下来建功的做法真是大快人心。得知建功不仅身价过亿，还是郝思嘉集团的董事长，家韵彻底被建功的魅力给征服了。自此以后，她便开始百般的嫌弃自己的丈夫，不仅鄙视东篱的酒量差到了极点，还嫌弃他的身上又臭又恶心。要知道家韵以前对东篱可不是这个态度，她甚至开始责怪二姐当年对建功的做法太过分，不就是自己洗澡被他偷看了吗？看了就看了呗，也不至于把人家赶尽杀绝啊。我说佳悦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二姐那可是为了你才硬把郝建功给逼走的。我知道。不是，人现在没提这茬，并不意味着把这事给忘了呀。行了行了，别提那些事儿了，行吗？实在是找不到词语来形容家韵。财大气粗的建功花巨资收购了天州话剧院，为了致敬经典，他决定投资20亿来拍摄契科夫三姐妹的话剧，其中的玛莎一角是家韵梦寐以求的角色，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殊不知玛莎一角是建功为佳慧量身打造的角色，他希望佳慧能够出山重返舞台。虽然佳慧有些不舍，但还是拒绝了建功的好意，因为他知道三妹家韵从小就开始痴迷玛莎一角。可是我太想演妈婶这个角色了，我太喜欢了。当初你演妈婶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，你也不让给我。哎，那时候你不还小吗？你要是能演，我还能不让给你？如果自己出山带，他肯定没有机会。虽然佳慧对家韵恨之入骨，可归根结底，她也是自己的亲妹妹啊。自此以后，家韵完全忘记自己是个有家室的人，为了玛莎一角，有事没事就给建功打电话献殷勤。其实东篱的心里很清楚，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，他也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。直到这天，单纯的甜梦被80岁的老男人骗到了荒郊野外，眼看就要陷入虎口。好在关键时刻，甘蔗的出现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片刻之后，一路跟随的佳慧也来到了现场。身经百战的她一眼就看穿了男人的阴谋诡计。这位同学的年纪好像偏大呀。此时此刻，甜梦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局面，她赶紧把妈妈拉到了一边。就在这时，东篱花2块5租了个3轮也赶了过来。原来为了女儿的安危，他这些天一直在调查这个老男人的身份。好在男人还有点自知之明，便识趣的离开。甜梦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侮辱，便也开车离去。佳慧担心女儿的安全，让甘蔗赶紧去追赶。现场只留下东篱一人，急得团团转。佳慧本想一走了之，怎料东篱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，最终佳慧还是心软了下来。送东篱前往医院的途中，他告诉佳慧，经过这些天的调查，那个所谓的黑导演不仅离过8次婚，还有6个孩子。佳慧不禁的感叹，天底下的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家韵正准备出门，怎料和佳慧的车对了个正着。看着丈夫坐在姐姐车上，她的心里开始若有所思。你以为她是在吃醋吗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她终于有理由和丈夫提出离婚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家韵对东篱的态度更加的冷淡了，就连女儿田哥都看不下去了。这天建功来看望东篱，家韵热情地搬着凳子，看着丈夫和建功讲话，家韵一脸的嫌弃，她还当着东篱的面夸赞建功。建功哥就是有魄力。东篱的心里当然明白，这是在长他人的志气，灭丈夫的威风啊。趁着家韵离开，建功询问玛莎一角的看法。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三姐妹的人选，要是能把她再请回来，那就好了。你说的是？没错，要是佳慧能回来演玛莎的话，这戏就成了。然而两人的对话却被家韵听了个正着，这让本就不待见东篱的她更加的反感了。随后她便来到了大姐家，发泄着对东篱的不满。我这些年一直在反思我当时的处境，我真傻，也是我怎么就看上罗东篱了呢？还以为他能成什么知名的大导演呢，结果一辈子庸庸碌碌，毫无作为。这郝建功真的是天上地下，差得太远了。本以为只是发泄发泄，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。他要是跟二姐有意复合，我愿意成全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个让人恨之入骨的妹妹又来找姐姐索要东西了。能把妈事让给我吗？田家韵，好像这半辈子我都在让着你。其实在佳慧的心里根本没想到要演玛莎一角，自打离开了天州话剧院，她就没打算再走回头路。你尽可以放开手脚去追求你热爱的舞台，热爱的玛莎，没人拦着你。只是在跨栏的时候要掌握好分寸，不然步子太大了，容易栽跟头。家韵哪里懂得这些大道理啊？她只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得找姐姐要。看着两个妹妹不和，大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呐。为了得到玛莎的角色，家韵不断地向建功献殷勤，企图用自己的魅力和演技来征服建功，好让他爱上自己。殊不知建功斥巨资收购天州话剧院和拍摄契科夫三姐妹，就是要为了能让佳慧来演玛莎一角来完成她的梦想。建功顾及家韵的面子，也就没有告诉她实情。自此以后，家韵把心思都花在玛莎的角色上，她已经完全忘了还有个丈夫还在医院。田哥恳求妈妈明天一定要去接爸爸出院。面对女儿的哀求，
佳韵随口答应给搪塞了过去。妈妈的态度让田哥开始若有所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他对这个家为什么越来越不关心。第二天，东篱没有等到佳韵，却意外地遇见了田梦。虽然他对眼前的父亲有些陌生和憎恨，但还是帮东篱办了出院手续。然而不巧的是，却又意外地遇见前往医院的佳慧。妈，你叫什么？好像不对吧？打小咱们俩就约定了，135我给你做妈，246我给你做爸。今天是周4，你应该管我叫爸。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？佳慧赶紧把田梦拉到了一边，并警告东篱以后不准接近他的女儿。这让一向老实的东篱再也忍不住了。为了不让佳慧伤心，这些年来他一直不敢接近自己的女儿。虽然东篱从未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，可田梦的每一个成长阶段，他一直都在默默的关注。在实验小学的大门口，天珠中学的大门口，第二高中的大门口，还有音乐学院的大门口，我无数次的从辽西坐着夜车赶到那里，就是为了一早能看梦梦一眼。别的我可能做不到，但我至少要知道我女儿长得什么模样，个子有没有长高，胖了还是瘦了，快乐还是不快乐。听了东篱的一番话，从小未感受到父爱的田梦感动的上前抱住了爸爸。然而不巧的是，这一幕却被来接东篱出院的佳韵给看了个正着。东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！无疑这让本就有婚姻危机的东篱更加的雪上加霜。自此以后，佳韵对他的态度更加的冷淡了，甚至不愿和东篱共处一室。他把心思都放在建功的身上，想尽一切办法说服建功把玛莎的角色让给他。尽管佳韵苦苦的哀求，可在建功的心里，玛莎一脚除了佳慧不会用任何人，只好以公平竞争给搪塞了过去。来到了大姐家，佳韵把愤怒都发泄在东篱的身上，扬言自己真是瞎了眼，当初怎么会看上罗东篱呢？本以为能指望着他能当上大导演，没想到20多年了，东篱还是碌碌无为。现在的他和建功相比，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地下。他甚至产生了可耻的想法，他要是跟二姐有意复合，我愿意成全。你给我闭嘴！大姐怒斥佳韵：“你把你二姐当成什么人了？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下去。”回到了家，东篱向佳韵解释，那天和田梦抱在一起只是纯粹的父爱，和佳慧遇见也是个意外。其实佳韵的心里很清楚，可她依然胡搅蛮缠，捏造是非。你有没有贼心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哼，贼喊捉贼！你什么业都有东篱，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不得不说，东篱说到了佳韵的内心深处，只是他自己不敢承认罢了。你混蛋！你是贼喊捉贼呢！其实东篱早就感觉到佳韵已经爱上了建功，之所以一直不愿揭穿，就是怕失去自己的婚姻。为了得到玛莎的角色，佳韵找到了契科夫3姐妹的导演，然而导演也无可奈何，他只是建功花钱请来的傀儡而已，谁演玛莎还是得建功说了算。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佳韵只好再一次厚着脸皮来到了建功的家里，恳求把玛莎的角色让给他。佳韵认为今天的自己和从前大不一样，无论是演技还是嗓音都是玛莎的最佳人选。两人正说着，佳慧突然来访，她也是为了3姐妹而来。原来这些天建功一直在动员佳慧的领导，说服佳慧来演玛莎一角。佳慧向建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别说是3姐妹了，就算是7仙女下凡我也没兴趣，所以别再打我的主意了。该让谁演就让谁演，千万别吊着人家的胃口，更别因为当年那件不光彩的事情而耿耿于怀，再生出什么非分之想、报复之念。佳慧的倔强让建功爱得要死，却没法恨得要命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便转身潇洒的离去。这可把佳韵给高兴坏了，想必这一次玛莎一脚非自己莫属。然而建功依然没有让给佳韵的意思，并表示自己是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，要不然也不会回到天州，更不会收购天州话剧院。建功的拒绝让佳韵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产生了极端的想法，或许只有嫁给建功才能得到玛莎的角色。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，他还是向东篱提出了离婚，然而给出的理由却荒唐至极，说是要成全东篱和佳慧。找这样的借口是不是太虚伪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佳韵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见佳韵如此的决绝，东篱好心的提醒，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你。无聊。佳韵走后，东篱啃着面包，喝着牛奶，哭得像个孩子。阿弥陀佛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啊！得知爸妈要离婚，田哥悲痛万分，随后便恳求妈妈不要和爸爸离婚，毕竟都半辈子的夫妻了，除了爸爸还能上哪去找又疼又包容你的男人呢？然而在佳韵的眼里，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男人，她可不想自己的丈夫一辈子庸庸碌碌，毫无作为。变心的女人是有多么的狠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田哥依然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善良的妈妈变得如此的无情。无奈之下，田哥只好来求佳慧管管他的妹妹。然而佳慧对佳韵太了解不过了，只要是她认定的事，任何人也无法改变她的想法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索性就随她去吧，不摔个大大的跟头，她永远也长不大。与此同时，佳韵把要和东篱离婚的消息告诉了建功，还诽谤东篱说他的心里还想着佳慧。然而建功认为那也是正常的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更何况两人还有一个孩子。所以我要离婚，我要成全他们。佳韵，别开玩笑了好吗？我没心思开玩笑。看样子我是必须要出手了。20年过去了，建功对佳慧的爱依然坚定不移。为了证明有多爱她，
建功把佳慧请到了自己的私人画室，看着墙上都是自己的画像，佳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感动之余想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。佳慧万万没想到，当年她瞧不起的业余油画师并非浪得虚名。建功告诉佳慧，在他离开天州的20年里，每一年都会根据自己的记忆画一幅关于他的画像。佳慧虽然很感动，但她对建功偷看三妹洗澡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为了给自己洗刷清白，建功把佳慧带到了他们曾经一起住过的天州话剧院。整个城市都变得天翻地覆，只有这话剧团没什么变化。然而佳慧不知道的是，建功之所以花巨资收购天州话剧院，就是要保留他以前的样子，有朝一日来还自己的清白。两人正说着，东篱和佳韵也来到了现场。原来建功为了更好地还原当年的事发现场，把几个当事人都给请了过来。不仅如此，他把当年的主谋玛丽也请到了现场。建功等这一刻足足等了20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玛丽产生了疑问：他儿子甘蔗的女友田梦为什么和佳慧长得这么像？她是田家辉的女儿。也就是这句话让玛丽萌生了反悔的想法，她便找了个理由故意把建功支开，随后趁其不备偷偷的溜走。其实玛丽也有自己的苦衷，她告诉建功自己这辈子作恶多端，想着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事情就是少给他添些麻烦。如果佳慧知道当年是自己偷看她的妹妹洗澡，势必会影响甘蔗和田梦的感情，所以也只能抱歉了。玛丽虽然言而无信，但也是一番慈父之心。建功能说什么呢？没有等到玛丽为建功洗白，佳慧只好先行离开。一路跟随的东篱告诉佳慧，建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，值得托付终身，并希望他能好好珍惜。佳慧当然明白东篱的用意，不就是想让自己牵制着建功，不让佳韵得逞，从而来保住他们的婚姻吗？你还是在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。送你一句话：自我救赎，保家卫婚。与此同时，佳韵告诉建功，就算当年是他偷看自己洗澡也没关系，看了就看了呗，无所谓。然而这对建功来说太有所谓了，时时刻刻都想着为自己早点洗白。看着建功这么较真，佳韵更喜欢了。随后他便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，想给建功机会。可建功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？于是他给田哥打电话，让其接妈妈回家。田哥自知再这样下去，这个家可能真的就要完了，今天必须得和妈妈好好谈谈。没成想佳韵竟然毫不避讳地承认：我承认我出轨了，可是我只是精神出轨，仅此而已，明白了吗？管天管地，谁管得了我精神天地哟？妈，实在是找不到词语来形容佳韵的无耻。到了第二天，佳韵再一次向东篱提出了离婚，并催促赶紧在协议书上签字。尽管东篱百般的哀求，也无法改变已经变了心的佳韵。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东篱只好带着大姐来找佳慧劝劝佳韵。我想了一天一夜也想不明白，她到底是怎么好意思来求佳慧的。我要是罗东篱，就算是有人拿刀逼着，也绝不会为了这事儿来找田佳慧的。佳慧的一番话让东篱的自尊心遭受前所未有的撞击，真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啊！最终他还是签下了离婚协议书，还给佳韵自由。临走前，他也有了勇气向建功表示了自己的歉意。我太自私了，真的很对不起你。20年呢，建功终于等到了这一刻，他终于听到自己最好的兄弟坦白了一切。然而建功并没有责怪东篱，毕竟爱情都是自私的嘛。与此同时，东篱也给佳慧写信说明了当年事情的真相。罗东篱就是一王八蛋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。也就是这一刻，佳慧才真正意义上解除了对建功的误会。就在这时，田哥突然来访，他跪在佳慧的面前恳求小姨阻止爸妈离婚。面对侄女这次的苦苦哀求，佳慧会出手吗？佳慧虽然对这个无法无天的妹妹恨之入骨，但骨子里依然还是最疼爱佳韵。如果自己再不出手，恐怕三妹真的要毁掉自己的一生呢。为了拯救妹妹的婚姻，佳慧答应建功出演契科夫三姐妹中的玛莎一角。建功当然是求之不得，可佳慧也提出了条件，必须得让罗东篱来当导演。两人一拍即合。得知丈夫即将成为三姐妹的导演，佳韵对东篱的态度260度大转变。想必这一次玛莎一角肯定非自己莫属。很快到了竞争的日子，佳慧虽然离开舞台多年，可她天生高贵的气质加上扎实的演技，舞台的魅力丝毫不减当年。而佳韵也不甘示弱，虽然出道比姐姐晚，但这些年在辽西也不是白待的。看她深情的演绎和对舞台的热爱，戏疯子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。就连佳慧也对妹妹的演技刮目相看。然而遗憾的是，竞选结果还是由佳慧来出演玛莎一角，气得佳韵转身愤怒的离去。随后便来到建功的办公室讨要说法。事已至此，建功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其实团里根本就没必要举行公开竞选，之所以这样，完全是在迁就佳韵的情绪。到底怎么样才能理解你二姐的苦心呢？就在这时，东篱赶了过来，佳韵对她的态度又发生了360度大转变，怒斥两人狼狈为奸，都向着佳慧。她到底什么地方好啊？在你们心中她是女神是不是？那你罗东篱，你当初为什么跟她离婚啊？还有你郝建功，当初为什么偷看我洗澡？你混蛋！你才混蛋呢！你们俩都是混蛋！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随后便又找到二姐讨要说法，一上来就怒斥佳慧，有这样对待自己亲妹妹的姐姐吗？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妹妹啊？你有家庭，有丈夫，有女儿，你现在多大了？你还玩浪漫，玩婚外情，
你还要不要脸呢？佳韵承认自己是有非分之想，但在离婚之前肯定不会背叛东篱。虽然自己的年纪不小了，但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。佳慧怒斥三妹，真让人恶心。有人觉得恶心，那他干嘛这边谈一个，那边又勾搭一个？当然是为了你啊！谁让我有一个浪漫到死的好妹妹呢？佳韵仍然不明白二姐的苦心，还是一度的认为是因为当年的事情而报复她，气得佳慧真想替爸妈扇她2巴掌。来，你往这儿打，你冲我打，你使劲打我一顿出口恶气，然后我再把罗东篱还给你，咱俩就扯平了。闭嘴！这一巴掌可谓是打在佳韵的脸上，疼在2个姐姐的心里啊。然而佳韵依然蛮横无理，扬言要不是不把玛莎的角色让给她，今天就去跳河，让你们以后再也见不到我这个妹妹。可能是佳慧太了解三妹了，于是将计就计。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，野渡大桥，那儿的水最深，当年咱爸就是从那儿跳下去的。你要是想死，就去那儿。本以为佳韵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成想她真的来到了野渡大桥。大姐怒斥佳慧怎么这么狠心，万一小妹真想不开那可咋办呢？你哪都好，就是有时候太霸道。这话可真是伤了佳慧的心呐。是我霸道，我从年轻时就霸道。我前夫跟了亲妹妹，我霸道的不要孩子的1分钱抚养费，我霸道的千方百计的拦着他，就是为了他们的家别散了。大姐夹在2个妹妹之间是左右为难。与此同时，没想到佳韵真的来到了野渡大桥。这一刻我真担心她想不开，好在关键时刻东篱出现的及时，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2人紧紧拥抱，泣不成声。不仅如此，佳慧和建功早已在河底做好营救的准备。二姐，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佳韵终于释怀，也明白了二姐的一片苦心。2人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在这一刻冰释前嫌。看着妹妹迷途知返，佳慧发自内心的为她感到高兴。此情此景，建功也开心的笑了，大姐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。经此一事，佳慧还是决定把玛莎一脚让给佳韵。建功本不打算答应，可佳慧认为现在的三妹和以前大不一样，无论是演技还是对舞台的热爱都胜过于自己，更何况自己已经退出舞台这么多年。虽然玛莎一脚是建功为了佳慧量身打造的角色，奈何不过佳慧一再坚持要让给佳韵，她也只好答应。只是让建功心痛的是，佳慧为妹妹着想了一辈子，什么时候能为自己着想一回呢？得知姐姐把玛莎的角色让给了自己，佳韵向佳慧表示了感谢，并恳求姐姐能够原谅自己的无知。东篱也向佳慧鞠躬表示了感谢，感谢她为了他们2口子做出的一切。佳慧感动的流下了眼泪，看着妹妹和丈夫和好如初，她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。本以为今晚是个团聚的好日子，然而大姐的情绪貌似有些异常，从不喝酒的她竟然一杯接一杯，这让2个妹妹不得不开始有些担心。原来就在中午，大姐为丈夫做满了一桌子好菜，她只是想喊看书入迷的卫东去用餐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怎么又不敲门啊？我刚才敲了，你没听到？没听到你就进来啊，不会再敲啊。无奈之下，大姐只好再走一遍程序。进来。老苏，吃饭了？不饿。大姐自知卫东的身体一直不好，不吃饭怎么能跟得上营养呢？没成想好心的劝说换来的却是田佳敏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卫东真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放着这么贤惠的妻子不好好珍惜，成天对她吆五喝六，搞得好像谁都欠她钱似的。然而谁会想到，这样的日子，大姐一忍就是20多年呢。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这可是2个妹妹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姐姐发脾气啊！原来大姐翻看了卫东的日记，这才得知和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竟然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。原来20年前，卫东和佳慧在火车站相遇的那一刻，他就深深地爱上了佳慧。然而佳慧发现大姐深爱着卫东，为了大姐的幸福，佳慧选择了退出，随后便使用各种手段把大姐和卫东撮合在一起。没成想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卫东的内心竟然依然还爱着佳慧。男人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娶到了梦寐以求的空姐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妻子想和他亲热，他却故意避而远之。调皮。妻子想帮他解开皮带，你也不能穿着外裤睡觉吧？我醉了。丈夫的异常，田哥并没有在意，毕竟这是2人的新婚之夜。于是她再次尝试着和丈夫亲热。就在这时，纹身电话声突然响起，说公司有急事，必须马上过去一趟。田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虽然有一些失落，但她也不想影响丈夫的事业。片刻之后，又收到了纹身发来的短信，今晚可能会忙到很晚，也就不回来了。田哥委屈地哭了起来，没想到新婚之夜过成了这个样子。于是他和表姐一起来到酒吧狂欢。与此同时，佳慧3姐妹也在畅谈人生。待田梦把2个喝得烂醉如泥的表姐带回来之时，3姐妹已经不省人事。然而看到田哥的那一刻，佳韵瞬间清醒。今天可是你的大婚之日，不在家好好入洞房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在送女儿回去的路上，佳韵再三交代，如果遇见了婆婆就说出去晨练了。她可不想让亲家抓住女儿的把柄，毕竟人家是天州市的大户人家。回到了家，果然和婆婆撞了个正着。婆婆一脸的懵逼，你这是刚回来吗？田哥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刚刚回家的纹身突然出现。你们这是新婚头一宿，
俩人不入洞房，这是跑哪儿去了？哦，我和田哥刚出去散步了。散步？妈，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。小两口就这样把老太太给忽悠过去了，两人的感情也第一次有了隔阂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闻着田哥身上的酒味，纹身好像还有种很开心的感觉。自此以后，他更是奇怪，每天算着田哥的排卵日，也就只有这样的日子，他才愿意和田哥亲近。然而田哥早已被他冷落的没有心情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纹身更是过分了，晚上基本上就不回家了，实在是搞不懂他是怎么可以做到让这么漂亮的妻子天天夜守空房。直到这天，田哥发现有了身孕，全家人对他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。婆婆愣是要把自己的大金镯子送给田哥，田哥本不打算接受，奈何婆婆一再坚持，他也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，并向婆婆表示了感谢。接着婆婆就命令儿子明天雇20个保姆，要对田哥进行24小时精心照顾。纹身当然是义不容辞。随后婆婆又让田哥辞去空姐的工作，她认为田哥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安心养胎，加上飞机上的辐射对孕妇也有一定的伤害。田哥，你怀的呀不是一般人，你怀的是老唐家未来的继承人。老太太的一番话让田哥和东篱无力反驳，纹身更是一言不发。这个家还缺他那点工资吗？妈，我不是缺那几个工资，我是真的喜欢这份职业。说到底不就是瞧不起田哥他们一家吗？眼瞅着妈妈把田哥一家数落成这个样子，纹身依然不为所动。田哥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便起身离开。千里母，哎，我可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女儿着想，跟你女儿一点恋情。无奈之下，佳韵只好替女儿答应下来，明天就让田哥把工作给辞掉，以后在家安心养胎。随后两口子便赶紧安慰女儿的情绪。佳韵告诉田哥，生孩子坐月子这都是女人必须要经历的。可田哥越来越感觉到，纹身他们一家眼里只有孩子，根本就没有自己。面对女儿的倾诉，两口子敢怒不敢言呐。本以为田哥只要在家安心养胎，纹身对他的关心会更多一些，没成想他竟然提出以后分房睡。你要是休息不好，那肯定影响孩子。这要是晚上我一翻身压到你了，那就更不好了，是吧？此话一出，田哥的心碎了一地，他甚至开始怀疑，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？不是，我是高兴。这就让人百思不得解。既然高兴，就应该时时刻刻要呵护着妻子和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分开睡呢？此时的田哥做梦也不会想到，纹身的身上有一种让任何人都接受不了的癖好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田哥越来越感觉到，觉得他越来越不正常了。原本就是早出晚归，我这一怀孕更是难得一见。为了解决表妹的困惑，田梦提议雇佣私家侦探去跟踪纹身，然而却被田哥果断的拒绝。如果一旦被丈夫发现，不仅会伤到两人的感情，加上纹身又是天州市有名的企业家，势必会影响到唐家的声誉。直到这天晚上，纹身又接到了神秘电话，随后便又谎称公司有急事为由要赶紧去一趟。对于这样的事情，田哥早已司空见惯，所以也就没有多想。然而丈夫掉落的一个手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田哥担心纹身落下的手册会影响他的工作，于是连忙出去呼喊。可纹身听到妻子的呼喊，不仅没有回应，还一脸的嫌弃，随后便径直的离去。田哥打开手册，看到酒店房间的房号，这才顿感不妙，于是来到酒店一探究竟。然而就在他敲开门的那一刻，被恶心到的田哥愤怒的离去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有这种癖好。田哥，田哥，你别碰我！田哥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有这种难以启齿的癖好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为什么要娶我？为了要有个继承人。此话一出，田哥的心碎了一地，难怪每次想和他亲近，他都故意避而远之。失魂落魄的他走在大街上，回想起和纹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他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傻子。就在这时，心杰意外地看到了田哥，他担心田哥的安危，便就跟了上去。田哥情不自禁地扑向姐夫的怀抱，看到这反手就给编剧一个点赞。然而田哥不知道的是，姐夫今天也是刚刚离婚。原来纹身的姐姐一直不肯给心杰生孩子。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给你生孩子的。我在最后一次回答你，因为我不喜欢小孩，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潇洒够呢，因为我不想把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孩子身上。心杰终于忍无可忍，于是向丽丽提出了离婚，同处一个家，反而两个外人才是同病相怜的人。几天后，田哥向两个表姐宣布自己要和纹身的离婚消息。田梦不紧逼询问其缘由，田哥愣是开不了口，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。就在这时，纹身突然出现，两个表姐赶紧躲得远远的。田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以后不可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，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有个这样的父亲。田哥心意已决，纹身也不再继续挽留，但要想离婚，必须得答应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能把自己的特殊癖好告诉别人；第二，必须拿掉这个孩子。不可能。那我会离婚的。为什么？
看着文生那双财迷的眼睛，田哥瞬间秒懂，他是怕孩子长大以后会要唐家的财产呀。于是向他保证，以后不仅不继承他家的任何财产，也不要1分钱的抚养费。那不行，如果你非得留下这个孩子，你必须放弃你所有的财产权利，包括你父母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并且写下保证书，并公证，承诺这个孩子跟我们唐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此话一出，田哥的心碎了一地。这毕竟也是你的孩子，怎么能够这么狠心呢？其实文生也是没有办法，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在老太太的名下，他也只是传达母亲的旨意而已。说完便起身离去。临走前，田哥把价值800万的婚戒还给了文生，没成想他还真就好意思的收下了，实在是想不通，一个文质彬彬的帅小伙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癖好呢？文生走后，田哥撕心裂肺的痛哭，两人几年的感情就此画上了句号。直到这天，佳韵接到亲家的电话，这才得知女儿正在和女婿闹离婚。老太太也放出了狠话，反正他要是不把孩子做掉，就别想从老唐家拿走1分钱，你们住的房子也得立马给我腾出来。老太太有力度啊！老太太果然不一般。田哥和家人说明了事情的真相，佳韵简直不敢相信，甚至怀疑女儿是不是看错了，从而误会了文生。可这种话怎么会轻易脱口而出呀？佳慧质问田哥，到底是一时的冲动，还是说真的要离婚？田哥坚定以及肯定地告诉二姨，这婚肯定是离定了。其实在他们结婚的第1天晚上，田哥就发现文生有些不正常，为了不让爸妈担心，所以一直也就没有和他们讲。既然这次抓了个现行，不管如何这次一定要离开这个家。佳慧表示极力的支持，田哥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，就算净身出户和爸妈出去租房子住，也要离开唐家。佳慧一脸的迷惑，咱们又没有犯什么错，为何要净身出户呢？您不知道，他妈根本不讲道理。他妈不讲理没关系，咱们讲理啊。看来田家关键时刻还是得佳慧出来主持大局啊。随后他们便来到了文生家，这是田家姐妹的高光时刻。从气势看来，想必今天难免一场口舌大战，吓得老太太和女儿顿时站了起来。面对众人，老太太改变以往嚣张的态度，并恳求田家姐妹能够理解她的难处。毕竟唐家家大业大，不能在文生这断了后呀。谁让田哥怀的是个女孩子呢？您是女人吗？您女儿是女人吗？您儿子不是男人生的吧？什么叫绝后？女人就不是人了吗？此话说的老太太哑口无言。佳慧此次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。根据最新的婚姻法规定，夫妻共同持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。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文生不仅要对田哥进行民事赔偿，还要给予物质和精神的赔偿。老太太听了佳慧普及的婚姻法，瞬间上头，于是恳求田哥不要和文生离婚。两口子本来就没有大吵大闹，何必要走到这一步呢？此时的老太太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有着难以启齿的癖好。我和唐文生离婚，不全是因为孩子的事儿，反正这个婚我是非离不可。见田哥如此的决绝，老太太也不再挽留，于是便让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开出条件。田哥生性善良，他知道婆婆爱财如命，所以不会和文生平分财产，只求不要收回他爸妈住的房子。这可把老太太给高兴坏了。好，我明天就给你过户，但是我要声明一点，这个孩子从此跟唐家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。就在这时，丽丽提醒妈妈收回金镯子，把镯子给我留下。还给你了。看来那句话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越是有钱人越是在乎这些身外之物。众人走后，老太太委屈的嚎嚎大哭，说自己长这么大也没别人这样欺负过呀。离开了唐家，田哥和心杰才发现是有多么的快乐。